整体开起来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韧而不颠，稳而不僵的一种德系调教的感觉。我的天哪！那之前悦翼08预售的时候啊，我就带大家静态体验过了，当时就被它的诚意给感动到了，毕竟10万元级的价位，直接给到了4门无框电气门，1920毫米的一个车宽，跟奔驰 S 级只差了1毫米，再加上它高通8295P 的一个旗舰芯片，以及华为乾坤智驾平台和激光雷达等等配置，在这个价位中，它的一个配置确实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咱们的主角依旧是它，不过这期视频的主要任务呢是开起来跟大家聊聊它的动态表现到底怎么样。OK， 那还是老规矩啊，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它的静态亮点。外观不用多说啊，溜背加上掀背尾门的一个设计，运动感是真的到位了。低趴的一个姿态，停在路边，回头率还是蛮高的。那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它用到的是华为乾坤的计算平台，支持高速 NOA 全场景的一个建泊车，还有同级最长的120米全街道车，新手开车呢也能特别的轻松。那它的一个车机啊，是全系标配的高通8295P 双 NPU 芯片，所以你看操作起来是真的非常的丝滑。当然，像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以及像方向盘加热这些功能，根据版本的不同，它都有所配备，包括女王副驾呢也给安排到了。OK， 静态部分就简单回顾到这儿啊。今天咱们的重头戏还是开起来聊。OK，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开起来了啊。那今天给大家试驾到的版本呢是悦翼08 565 Plus 版。纯电的一个版本，它的一个电机功率的话是202千瓦，用到的电芯是宁德时代的电芯，59度的一个电池啊。不过这个版本呢，它不是800伏高压，它是400伏的。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去选择了它650公里的一个纯电版，那个就是800伏的。当然，它还给到了增程版本啊。对于有长途需求的朋友来说，你也可以去选择到它的一个增程版。那现在我们也是在山路上了，给大家说一下它开起来给我的一个感觉。那它呢是用到了后五连杆加 FSD， 加上它50:50的一个黄金轴合比啊，你看我们下山的一个弯路也是非常多的，而且一路都是连续的一个下坡，能够感觉到它的一个底盘支撑性呢还是比较足的，并且你在过弯过后呢，整个车身姿态也能够稳得住。那它整个底盘表现呢也是比较整的，毕竟它的一个定位取向啊是家用轿跑，所以我觉得它开起来的话，给人的感觉是在家用和运动之间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就是你平时代步也好，或者说你偶尔想找一点驾驶乐趣，跑跑山也好，它也都能够 hold 得住。那它的一个转向呢虚位也不大，像我现在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哈，它的一个方向感手感的话是比较偏心的，就你女孩子开的话也能够比较好驾驭。当然你看我现在速度稍微起来过后啊，它的一个方向感阻尼呢就会稍微变沉一点，就算你是速度起来过后，开起来也会比较有细心一些。那我们下山路上弯道比较多，而且一路都是下坡，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制动刹车脚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它给人的一个感觉呢是，你看在过弯的时候你提前点刹，它的一个制动力的话释放的还是比较均匀的，就不是说会给你那种特别突兀的一个感觉。那总的来说呢，它整体开起来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韧而不颠，稳而不僵的一种德系调教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是偶尔想追求一点跑山的乐趣的话，我觉得它也是能够给到的。那现在10万元的一个国产车啊，大家不要觉得它只会堆配置了，这辆车我觉得它配置是给到了的。与此同时呢，在底盘和操控方面确实也做得不错。体验下来，悦翼08真的是把性价比3个字做得很不错，有宽体溜背、无框电吸门，有德系底蕴、800伏快充，能文能武啊，家用运动都2不误。最重要的是，它还给到了5项终身质保，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建议可以去到 4S 店试驾感受一下哦。OK，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大家还想看什么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拜拜。